嫡姐是未来太子妃，但她并不爱太子。两人又一次大吵后，嫡姐赌气和爱慕她的嫡国之子私奔了。可这一次，太子没有再追去哄她。为了气嫡姐，太子选择了求娶我，只因我是嫡姐最讨厌的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太子求娶我的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往嘴巴里塞着糕点。闻言，我被猛地呛了一下，咳个不停。好不容易清完嗓子，我反驳道：哪来的谣言？嫡姐私奔了，太子肯定是气急了，再说气话逼嫡姐回来呢，当不得真。可这一次，丫鬟小翠的脸色很凝重，她没有再附和我。是真的，小姐，听闻皇上已经答应了。我的心一瞬间乱了，砰砰砰地跳个不停，桌上的糕点也吃不下去了。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嫁给太子，嫁给这个爱慕嫡姐多年，就差临门一脚可以娶到嫡姐的男人。我和嫡姐自小就不对付，小时候因着爹娘孝严，姐姐只继承了3分娘亲的相貌，不如妹妹乖巧可人。她极恨我的出生分走了爹娘的目光和宠爱，于是趁着仆人没注意，便把我丢进了湖里。幸得路过的乳娘相救，但我也落下了病根子。后来她长大了，手段也更高明了。我的才学被夫子夸奖比嫡姐更出众后，她便改成了陷害，包括但不限于在糕点里下毒、洗澡时找人朝我丢虫子等。我向爹娘告状，可他们却很生气地扇了我一巴掌。沈南音，你为了争宠可真是不择手段，污蔑起亲姐都不会脸红。他早就知道你和身边丫鬟谋划陷害他的事情了，还说不怪你。你丫鬟都招了，没想到你还是一意孤行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嫡姐早就设好了圈套，只等着我往里面钻。我身边的丫鬟早就被他收买了，我被丫鬟背刺了。嫡姐得知我告状，哭着朝我说自己是清白的，我一句不信，她下一刻便作势要往湖里跳，说要自证。我没动，可没过几秒，爹娘就突然出现了。你说了什么？竟逼得你嫡姐要跳湖。又是一巴掌。这还没完，然后我就被关进了祠堂里罚跪。孽障啊，真是家门不幸，都不许给他饭吃。娘亲如是说。我彻底心冷，从此藏拙。旁人刻苦学习，我便在一旁故意捣乱玩乐。每当这时，嫡姐就会捂嘴轻笑，站出来斥责我。我这个妹妹就是如此顽劣，让大家见笑了，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训她。我的草包名声传了出去，泯然于众人后，性命才终于有了保障。太子明知嫡姐讨厌我，可他却依旧因为赌气而选择了求娶我。婚姻大事，岂可儿戏？他可知这一求娶，后面想反悔也没用了。我不明白，但我无力阻止，也不想阻止。多年来在众人眼里，除了容貌，我处处都比不过嫡姐，就是一个草包花瓶，若是娶进家里做当家主母，可是要闹笑话的。如今这门婚事，反倒成了我唯一一次压过她的时候。回过神来，我低低地笑出了声，哈哈。小翠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小声说：小姐，你还好吗？看到她的神情，我意识到她莫不是觉得我一时被气疯了吧？但我没有同她解释那么多。圣旨很快就到了沈府，宣读完毕后，面对太监的恭贺，我才真的对太子的求娶行为有了实感。爹挤出笑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你大姐真是被宠坏了，就这样跟个野男人跑了，好好的太子妃不做。还是南一你懂事，日后嫁进东宫，也不能忘了沈家。你要知道，家族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懂事这个词，向来都是用来形容嫡姐的。作为嫡姐的对照组，我在爹娘眼里一直都是顽劣不堪的。如今嫡姐传出私奔的丑闻，没救了，爹才终于肯把目光投向我。我点点头，这是自然，嫡姐这一私奔，可是把太子的脸面放到了地上踩。果然，我一说完，爹的脸色又瞬间变得难看了，胡子被气得一抖一抖的。我微微一笑，然后转头又看了眼娘亲，却发现她竟在低低地啜泣着，脸上没有多少喜色。见我看来，她目光埋怨地看向我，你嫡姐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不知道吃不吃得好，睡不睡得好。呵呵，嫡姐的月钱是家中小辈里最多的，
平日里爹娘又各种赏赐，就算离开沈府也能吃好喝好睡好。我要嫁人了，可娘连句祝福的话都不肯对我说，依旧满心只有嫡姐。心脏仿佛被重物猛地敲击了一下，有些涩涩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强压色意。算了，这么多年，我早已习惯，一碗水是端不平的，人都是偏心的。只是可惜，我并不是被爹娘偏爱的那一个。不过还好，我已经学会了不再在意。因是圣上赐婚，加上太子为妻嫡姐，故而聘礼下的十分贵重。满满几十箱笼的聘礼被马车送进沈府时，引得周围许多路人驻足观望。消息一天内便传遍了长安城，羡煞了一众闺阁千金，自然也传进了嫡姐的耳朵里。失联已久的她第一次寄信给我，信中劈头盖脸地将我骂了一顿，又狠狠地嘲讽了一番。我真是小看了你，没想到是个这么没脸没皮的，我才走你就眼巴巴地勾搭上了太子。要不是我不稀罕太子妃的位置，怎么可能轮得到你？你也就只配捡我剩下的。你嫁进东宫又如何？太子爱的是我，只要我勾勾手指，他就会舔上来，比狗还听话，你永远也越不过我。我自然知道嫡姐一直不愿嫁给太子，一是因为嫡姐爱慕者众多，太子右上赶着，太容易得来的，自然不会被珍惜；二嘛，则是因为她看多了画本子，向往自由，嫁进东宫也意味着以后会被宫墙束缚，所以她不愿。看完信，我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笑出了声。他骂我就算了，还连太子一并嘲讽上了。皇家威严，岂容嫡姐挑衅？要是太子知道嫡姐拿他与狗比较，他还能痴心无悔，那我也真是无话可说。我是个好心人，嫡姐一有消息，当晚我就约了太子第二天来沈府一聚。一大早，太子就来了，他一脸期待地看向我，怎么，你嫡姐是不是后悔了，想要回来了？我看着他，故意叹了口气。他不明所以。我将信中那段嫡姐将他与狗相比的话指给他看后，他的脸瞬间变黑了，看起来颇有些咬牙切齿。见状，我又加了一把火，说：太子殿下，嫡姐肯定是在夸你呢，她可喜欢家里的大黄了，平时也经常这样夸大黄，说你很像大黄。哦，对了，她还说过，虽然你没小将军浪漫，没有质子懂得讨人欢心，也没礼部侍郎好看，但……够了，别说了，好啊，好得很。这可是她自己说不稀罕，不愿意嫁我的。以后就算她跪着求我，我都不会多看她一眼。她说的时候，嘴巴都在颤抖着。我没太当真，谁知她这是不是一时气话？而后太子又神色复杂地看向我，我求娶你，本是赌气，想让你嫡姐回头，当时一时冲动。男因，我们之间没有感情基础，你也不喜欢我，不如……他还没说完，就立刻被我打断了。谁说我对你没感情的？他被我的话给镇住了，愣在原地，呆呆地看着我。我故作羞涩地说，其实我已仰慕殿下许久了，只是从前一直不敢说，嫡姐不爱你，可还有我啊。你只注意到嫡姐，你能不能回头也看我一眼呢？才怪，我都是骗他的，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，成为太子妃这样的好事，我为何要拒绝？我知道他心里有人，但无所谓，反正我也不爱他，我只想要权力。见他不吭声，我往前一步步靠近，近到能听见他紊乱而又急促的呼吸声。他的耳尖有些发红，向后退了一步，与我拉开距离。我失落地垂下眼眸，说：若是我被殿下退婚，不但会成为京都笑柄，嫁不出去，爹娘一气之下肯定会将我头发绞掉，送我去庙里做姑子的。爹娘本就更爱嫡姐，觉得这门婚事是我使手段抢来的。殿下真要如此吗？他看着我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会好好考虑你说的。说完，他逃也似的离开了。我凝视着他的背影，没气馁，轻轻地说了句：太子殿下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准备离开，才发现地上有一个亮晶晶的物品，我捡了起来，是一个玉佩，上面刻着一个怀字。我勾起嘴角，若是真心不愿，又为何要故意落下信物？果不其然，第3天，他便派人递话来。他说：你放心，我不会退婚，这个太子妃的位置非你莫属。
我松了口气，放下心来。为表重视，太子时不时便派人送来礼物到沈府给我。昨天是进贡的荔枝，今天便是一颗硕大的夜明珠。外面都传我走了狗屎运，是因为沾了嫡姐的光，太子爱屋及乌罢了。对此我不置一言。他未曾再提到嫡姐，但是偶尔我也注意到他看着我的脸时微微失神，像在思索惦念着什么。这是我亲自做的画，听闻殿下经常收集山水画，对此很有研究，我想请殿下指教一番。我打断了他的怔愣。不错，浓墨处山峰挺拔，气势磅礴，淡墨处云雾缭绕，如梦如幻。没想到你还会作画。你嫡姐以前还说你在家中最是不学无术，让爹娘头疼得很，我看也不尽然吧。他眼中闪过一瞬的惊艳。殿下喜欢就好，我画了好几天，想送给殿下，虽不值钱，但也是我的一番心意。我盯着他，他轻咳一声，应好。对于太子的这个爱好，嫡姐曾轻嗤，无趣，和他这个人一样沉闷，不过是些死物罢了。被太子知道了，两人又是一顿大吵。此刻看完画后，他看向我的眼神才真的开始变得不同。我明白，日后结为夫妻，我的命运便和他紧密相连了。要想过得好，自然是攻心为上，在他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。不求他能全心全意对我，但求一丝真心便足够了。想要做到这一点，最重要的便是将他心底的白月光一点一点拉下神坛，然后取而代之。我一点点侵蚀着太子的生活，在时不时透露出自己在沈府的不受宠，暗示嫡姐的伪善，引得他的怜惜，塑造一个可怜只能藏拙的小白花形象。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可临近大婚时，嫡姐突然回来了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太子也在沈府，他因此失神了片刻。这份寂静很快便被一个女声打断：“太子殿下，你当真要娶南音？”我们同时抬头看去，是嫡姐。太子的手顿时攥紧成了拳头。嫡姐看向我，眼神挑衅。半晌，太子才说：“自然是真的，日后我便是你的妹夫了。”嫡姐瞬间愣住了，这和她想象中的场景完全不一样。见此，我开口道：“嫡姐不说一声就和质子私奔了，在外面可还过得好？爹娘都很担心你。”他和太子的脸色同时一变。娶则为妻，奔则为妾，质子也真是的，还不上门来提亲。我有些怜悯地看他一眼：“你怎么这么龌龊？什么私奔？我们只是朋友，一起出门远游罢了。”真的吗？你们两个人孤男寡女的。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继续道：“你，太子殿下，你说句话啊。”他颦眉看向太子：“哦，到时候记得来喝我和南音的喜酒。”他终于开口：“不，你娶谁都可以，就是不可以娶南音。”他大喊。太子轻嗤一声，没再搭理他，一甩袖子就离开了。大婚当天，嫡姐没来。洞房花烛夜，太子掀起我的盖头后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有惊艳，有欣喜，但他开口时说的却是：“抱歉，南音，我有急事需要出去一趟。”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。什么急事会比洞房花烛夜更重要？殿下这一走，可知我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？到时大家都知道太子连新婚夜都不愿留宿。我叹了一口气。他咬牙挣扎了片刻，还是说道：“是我对不住你，我会补偿你的。”他如此坚持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只能看着他，应道：“那太子快去吧，记得早去早回啊。”他走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。我眯了眯眼，直到他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之后，才连忙唤来小翠，一起将装饰拆卸掉。太子殿下他也真是的，还以为是个好的呢。小翠为我鸣不平。我用手指比了一声嘘，隔墙有耳，你敢背后编排太子，小心被人知道了，我也保不住你。我就是为小姐觉得不值。他抿了抿嘴。我让小翠待在新房内不要动，也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至于我，自然是追太子去喽。今早出门前，嫡姐便说：“你信不信，只要我一招手，他就会抛下你来找我，就算是洞房花烛夜也一样。”我自然是信的，但我口中说的却是：
不信，有本事你到时候就喊啊。狄姐有些怜悯地看着我，说：“那就来赌一把吧。”果不其然，今晚狄姐把太子喊走了。但我也早有准备，本来没打算用这招，但是你们逼我的。我握紧了拳头。1刻钟后，我站在狄姐约定的屋外，窥视着里面的一切。太子殿下，如果我说我现在后悔了呢？狄姐看向太子，眼神里仿佛有说不尽的哀愁。太子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说：“晚了，你叫我来便是说这些吗？若是这样，我要回去了。”狄姐哀怨地说：“你不过是为了气我才娶南音的，对他又没感情，何必呢？赔上自己的一辈子。”太子轻笑道：“那是从前，现在已经有感情了。”狄姐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我屏息凝神，示意旁边的人开始行动。啊！狄姐发出一声尖叫。刺客，有刺客！就在这时，我出现了，而狄姐也因为过于害怕，在剑朝她刺去时，下意识一把扯过太子，挡在了自己面前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替太子挡下了那一击。太子惊慌地拉住即将要倒地的我，周身的气息也瞬间变得凌厉起来。随后，他便和刺客缠斗起来，很快对方就落荒而逃了，恰好掉下了一个令牌，还留下了一句：“哼，算你命大。”太子想要追去时，我拉住了他。“嗨嗨，殿下！”犹豫之间，对方已经不见踪影了。狄姐被吓得靠着墙角，说不出话。太子捡起令牌，上面写着一个封字，这是质子的字。狄姐，就算你再喜欢质子，也不能为了他将殿下骗来加害啊！嗨嗨！狄姐大喊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哪有要害太子殿下？”太子没再看他，抱起我，飞快地回到了太子府。被唤来的太医看到太子的眼神后，有些战战兢兢的。太子殿下放心，太子妃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，我这就去配药。若是他出事，我唯你是问。他威胁道。太医快速地离开了，脚步都有些踉跄。随后看向我，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定会为你报仇的。”那狄姐呢？我问道。她自然也一样。她淡淡地说。我注意到，提起狄姐时，她眼中的情意已经淡到看不见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今晚这场大戏，可还要感谢狄姐的免费演出。她将太子推出去挡箭的行为，为我设计的局更添了一把大火。就算太子想要查，又能查到什么呢？质子自然不会承认，可两国本就关系不好，加上从前又是情敌，太子怎会信他的说辞？至于狄姐，让太子亲自见识到他的刻薄寡情，我不信他还能爱得下去。今晚我放心不下，便偷偷跟着去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看向太子，你可真傻，以我的武功可以躲过去的，下次别冲动了。他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里面有感动，有愧疚，还有一丝情眷。我太着急了，怕你出事。我说道。他嘴巴张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你放心，此生我定不会再负你。我不求别的，只希望你能好好的。”我小声地说。听到我的话后，他的眼神亮得惊人，里面好似有惊涛骇浪。第二天，我明显感觉到府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言语间也更加恭敬。想必是太子交代了些什么。沈府大小姐求见。管家来报。不见。太子立刻说道。等等，看看狄姐想说什么吧，万一昨天的事是误会呢？能有什么误会？果然质子对他来说不一样，否则为何会跟他私奔？从前都是我瞎了眼，就当是对狗好罢了。太子厉声道。见我一直盯着他，他才改口说：“南姨你太心善了，既如此，你想见那就见。”狄姐一见到太子，便说道：“昨天那个刺客不是质子派来的，肯定是有人要离间，想要挑起两国矛盾。”这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是我做的局。狄姐，你就只关心质子好不好，会不会受到殿下的刁难，可你却不曾关心殿下经历了刺杀可还好，也不关心我的伤势。我悠悠地说。行了，你走吧，以后都别来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
太子的眼神更冷了，也夹带着浓浓的失望。嫡姐不解地皱眉，仿佛第一次认识太子一般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对我如此冷漠。明明从前，是不是南音说了什么？他愤恨地看着我。够了，还不快把他拉走！太子的表情越来越不耐烦，眼神里只有对嫡姐的厌烦。是不是因为昨天我推了你一下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当时被吓坏了。他又解释道。但这里已经没有人想再听下去了。还没说完，他就被人强硬地夹走了。我还从未见过嫡姐如此狼狈的样子。自从我替太子挡下那一剑后，他对我的态度就变得彻底不一样了。开始对我交心，卸下防备，加上对我有愧，因此对我格外宠爱。就连父皇和母后都说，太子一向性情淡漠，从未见过他对一个女子这般好。其实这话不对，从前他对嫡姐也很好，只是如今这份好给了我。爱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这样的人被心爱的人彻底伤害过以后，还会回头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敢赌。如今的一切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般，生怕下一秒醒来，发现一切不过是泡沫，是幻梦一场。我害怕有一天嫡姐回头说她后悔了，她要嫁太子。可我和嫡姐之间怨恨难消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从前是如何对我的，也永远不会原谅她。不久后就是长公主的赏花宴，是个好时机，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。毕竟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很快便到了那一日，赏花宴上，因为太子十分重视我，所以从前那些对我不屑一顾、看不起我的闺阁小姐们，全都像被人夺舍一般，没有话讲，也硬是要找出一个地方夸赞我一番。我还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。不过直到嫡姐出现，她便瞬间夺走了众人的目光。只是女眷们看向她的眼神中是带着鄙夷的，仿佛在说，名声都毁了，怎么还有脸来参加宴会？而男宾们则相反，毕竟席间坐的有许多都是他的追求者。嫡姐是孤身一人前来的，因为质子回来后就被禁足了，加上上次刺杀一事，更是被太子一脉针对。嫡姐一见到我，便泪眼盈盈地朝我走来，说：“南音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封信给太子殿下？他还对我有误会，不肯见我。”不能。我暗暗地翻了个白眼。你不会是在吃我的醋吧？南音，你要大度一些，你身为太子妃，应当起表率作用，怎能随意争风吃醋？话音刚落，他的追求者便开口附和道：“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，你们可是亲姐妹。他不愿意，我帮你。”嫡姐见状，强行拉起我的手，开始道歉。我还没动作，他便突然自己左脚踩右脚，摔倒了。南音，你不喜欢我，也不能推我啊！呵，又是这一套。不过还真有不少眼瞎的人吃这一套。那些男子对着我便开始指指点点起来。我要告诉太子殿下，你这个蛇蝎妇人。沈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不但没服，还假装不小心踩了她的裙摆一脚，然后倒在了她的身上。啊！是嫡姐的叫声。压不死你！我假惺惺地说：“嫡姐，对不住啊，地面太滑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最善良大度了，应该不会怪我吧？”见众人看着，他有些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当然不会了，我的好妹妹。”我又道：“嫡姐，听闻你和质子单独出去散心，玩得很开心，见到不同的风土人情，给大家说说呗，一起开心开心。我还从未出过京城呢。”嫡姐脸色一变，没想到我突然再次提起这件事。我刚说完，便有女子嗤了一声：“散什么心啊，说的那么好听，啧，早就传开了，就是私奔。呸，真不要脸！就是两个人出去了那么久，我才不信什么都没做过呢。”嫡姐倒在地上，连说话都平白矮了别人一头。见此也不装了，直接站了起来，生气地说：“胡说八道！我们是清白的，什么都没做，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”我故意叹气道：“哎，嫡姐，别管其他人怎么说，只要你自己相信就行。你……”他气得指着我，想要破口大骂，但又顾忌着形象，脸都憋红了。
那些男子刚刚还都齐刷刷地维护着狄姐，现在脸色俱是一变。尽管狄姐可怜兮兮地看着他们也不再替狄姐出头了，那脸色难看的活脱脱像是自己被绿了一般。见此，我勾起嘴角，哪有那么多亘古不变的真爱？当他们认为心中的白月光不再干净无瑕，第一个唾弃不屑的便是他们。此时太子也出现了，狄姐又眼巴巴地看向他，但从前会替他出头的太子也没了。他无视了狄姐，牵起我的手，温柔地看向我，说：“听闻你有信要给我。”大可不必，我嫌脏了我的眼。狄姐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们，像要吃了我一般。这时她才真正开始后悔，明白权势的好处，明白若是自己没有力量，那么有一个位高权重为自己撑腰有多么重要。因为很快我就看见她不顾一切地朝太子奔来，口中说道：“我错了，我后悔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你不是最想要我嫁你吗？我现在愿意了，哪怕是妾，我也甘愿。”太子脸色一变，他避开了狄姐，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？我太子府可不是什么猫猫狗狗都能进来的。”噗嗤，不知是谁先笑出了声，众人便一并哄笑了起来。见丢了这么个大脸，狄姐也待不下去，捂着脸跑了。只是临走前，那看向我的眼神令我心惊。我直觉不好，便让小翠派人盯着她的动静。果不其然，小翠没过一会儿便告诉我，她买通了公主府的一位侍女，让侍女以长公主的名义，等会儿将你引去厢房。那侍女就这么听了她的话。我觉得奇怪，她骗侍女说妹妹对自己有误会，想解开，说她是我的嫡姐，不会害我。小翠解释道：“就这，若侍女聪明，应当选择明哲保身，而不是趟这潭浑水。”我思考了半天，依旧觉得没这么简单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不过我早有准备。太子妃，长公主请你过去一叙。果真有侍女来对我说道。我点点头，然后示意小翠跟上。哎，等等，公主殿下说了，不要带其他人过去。侍女见到我的动作，连忙补充道。我和小翠对视一眼，独自前去。果然有鬼，还非得我一个人去。还没到地点，侍女又说，前面还有几步路便是了，我还有急事，麻烦太子妃自己进去吧。莫不是把我当傻子？我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。算了，我不进去，这出戏又怎能继续唱下去呢？我是好心人，怎能白白浪费狄姐一片苦心？侍女见我没有起疑，松了口气，立刻离开了。一进去，狄姐果然在里面等着。南音，从前是我多有不对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她举起杯子，向我示意，若是愿意的话，便接过这一杯酒，从此一笑泯恩仇。当然，我笑了，我当然不会原谅你。我举杯，对狄姐说，你看身后。趁着她回头，我立刻将杯子里的酒水全部倒入宽大的袖袍中，假装已经喝完。狄姐不明所以的回头，见到我的杯子空了以后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1秒、2秒、3秒，狄姐说，我怎么好像有点晕呢？我知道，我带来的香料起效了。我同时开口，不知道啊，我也好像有点晕呢，狄姐。然后我便看见狄姐栽倒在了桌前。我不敢多耽误，赶紧离开了这里。然后没过一会儿，便看见一个侍卫进了里面。里面传来奇怪的声音，令人面红耳赤。狄姐，自己准备的，可要自己好好享受才是啊。我赶紧离开了，深藏功与名。没过多久，长公主便带着一行人来了这里。我也适时地跟着人群出现。还真是一条龙服务，全都准备好了。可真是难为狄姐了，连众人到达的时机都是如此恰到好处。若不是我聪明，如今在里面出丑的人可就变成了我。你们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有人提出。众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古怪起来。进去看看。有人率先迈出步伐，推开了大门。是沈大小姐，她在和一个侍卫服装的男子行苟且之事。狄姐尖叫出声，啊！她用被子遮住了自己的身体。
但没用，我怜悯地看了他一眼。真是世风日下，没想到沈大小姐私奔一趟，变得这么饥渴，还在长公主府里变胡来，这点时间都忍不了了，真是，哎。有人感叹道：“是你，南音，是你害我。”他准确地锁定了人群中的我，看向我的眼神像淬了毒一般。太子见状，护住我说：“你怕不是疯了吧？他一直跟我在一起，你休想胡乱攀咬。”是的，我早就在侍女出现前跟他说过，我要去给他准备个惊喜。和狄姐敬完酒之后，我随后就赶紧回到了他身旁，拿出一早准备好的东西递给他。再说了，就算我真的有嫌疑，这种时候没有证据，他也不可能主动拆我的台。我知道你嫉恨南音，但你不能像疯狗一样乱咬人啊。太子面带笑容，对着他说出了最残忍的话：“我疯狗，你都是被这个女人给蒙蔽了。”狄姐大喊出声，没想到最刺人的话是来自于从前最爱她的太子。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太子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既然沈大小姐情难自禁，念在你是太子妃狄姐的份上，我便开恩做主，让你择日嫁给侍卫，成全你们这对苦情人。”就此盖棺定论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狄姐怎么可能看上区区一个侍卫？但没有一个人敢反驳太子。狄姐自然也无法接受，从前小将军、礼部侍郎、太子，哪一个不是上赶着讨好他，想要求娶她？可如今他却得和一个地位低下，他从不会多看一眼的侍卫在一起。但他又能怎么办呢？这么多人都看见了，名声算是彻底毁了。可他不想认命，他大喊道：“南音，是你给我下了药，对不对？”旁边的侍卫见此也开口道：“装什么贞洁烈女呢？不是你主动找的我吗？还说什么要送女人给我，原来是把你自己送给我啊！一个侍卫能娶到沈府大小姐，才是真的走了狗屎运。他为了能攀上狄姐，是不会让狄姐甩开他这个包袱的。”狄姐顿时石化了，若是再解释，就会暴露出他要谋害太子妃，也就是我，所以他沉默了。旁边的人嘘声也更大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没想到还真是沈大小姐自己主动的。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沈府里，娘亲第一次甩了狄姐一巴掌。你莫不是要气死我？私奔一事，我们都没说什么，放在其他人家里，你这样的早就被拉去一根白绫解决了。可如今你又在长公主府里闹出这种丑事。爹开口道：“活着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当初死外边了呢。净给我们惹事，还好南音已经出嫁了，不会被你的名声所累。”狄姐泪流满面，究竟是哪一步错了呢？我不要嫁给他。爹冷漠地看着他，那就去死好了。口气不像是玩笑。上一次私奔，放在任何人家身上，早就被送去寺庙或是偷偷弄死了。可狄姐好命，爹娘也只是埋怨了几句罢了，谁让她是爹娘的掌上明珠呢？但这一次闹到大庭广众前，加上太子的那番话，爹是不可能再容忍狄姐了。狄姐第一次感到了害怕，看到爹的眼神，她明白爹是认真的。她颤抖了起来，改口道：“我错了，我嫁。”这一回，众人心里的白月光算是彻底烂掉了。而她也要嫁给自己曾经最不屑的那一类人，好好享受剩下的一生吧。这对她来说，想必比轻松死掉还要更加痛苦。没了爹娘的宠爱，没了其他人的吹捧和撑腰，她还能拿什么来和我斗呢？得罪太子妃，还是得罪一个注定翻不了身的人，该选择谁站队，结果显然明了。那位被我冤枉过的质子，也因为得罪了贵人，在宫里被处罚，待遇更是一差再差。我知道这必然也是太子的手笔。至于我和太子，自然是来日方长。我有美貌，有脑子，又对太子有救命之恩，在他眼里痴心一片，怎会过不好这日子呢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